烛火微晃，给镜室披上薄薄的影子。蓝忘机本来坐在案后看书，后来被魏无羡拉到床上来看，说坐着太累了，把人揪上了床。魏无羡窝了个舒服的姿势，靠在蓝忘机身边，有一搭没一搭地玩他的头发。魏无羡把蓝忘机的一缕头发缠在自己指尖上，绕了一圈，又松开，再绕上一圈，看着那又黑又光滑的发丝在他指尖来来回回。耳边蓝忘机的书又翻过一页。若是灯暗了，记得跟我说，我去给你添上。魏无羡用指上发丝的末梢搔了搔蓝忘机的脸，蓝忘机垂眸看了看他，轻轻地道：好。魏无羡冲他笑了笑，顺势用肩膀轻轻撞了撞蓝忘机的手臂，往人身上一歪。蓝忘机自然而然地抬起手臂，把他揽过来，圈进怀里，让魏无羡靠舒服了。魏无羡只觉鼻尖处香喷喷的，又被搂在一只有力的手臂下，整个人暖暖的，于是心满意足，又挽起指尖缠绕的头发来。他握着那小段发丝在眼前晃了晃，道：蓝湛，你说你人生的好看，怎么连头发丝儿都好看呢？不公平，太不公平了。魏无羡喃喃自语，换来一声淡淡的轻笑，头顶被人轻轻吻了一下。灯火舔舐光阴，书又在他耳边翻过几页。魏无羡听见蓝忘机深呼吸了一瞬，一抬头看见蓝忘机抬手捏了捏眉间，放下了书。魏无羡往前蹭了蹭，道：累了吗？累了就别看了。好。蓝忘机闭上眼睛，来，我帮你。魏无羡自告奋勇，坐起身来，先是帮蓝忘机解开了抹额，又帮他卸了冠，收好放到床边。魏无羡哼着小曲儿，从桌上拿过白玉梳子，两三下勾起蓝忘机的几段发丝，整了整，开始帮他梳头发。一边梳一边道：今天中午我带思追他们下了趟山，回来时正巧看见师兄带着些孩子们练剑，有几个握剑都不熟，可是新来的门生。新生70人。蓝忘机闭着目答：那今年你们可有的忙了，备课能备到这么晚？魏无羡又梳了两下，发现蓝忘机的头发依旧是一个结也没打，于是用食指随便松了松蓝忘机被关束了一天的地方，倾过身叼着梳子，冲他笑了笑道：可别累着了呀。魏无羡爬起来把梳子放回原处，一转身就被蓝忘机捉住了手，又拉了回来，拉到自己身上。魏无羡趴在蓝忘机胸口，抬起头冲他笑了笑，又躺下去，用一只耳朵贴住蓝忘机的胸膛，听那有力的心跳声在他耳边汲取了全世间的热度。魏无羡觉得安心。蓝忘机抱着他问道：你呢？今天做了什么？魏无羡拖着下巴道：锦衣前2天下山，听说彩衣镇上来了个新的甜品师傅，今天非要拉着我去吃，还不是因为他自己没钱。哎，你别说，做的还真不错。陪他们吃完，我和思追又顺路去看了看温宁。一切可好？魏无羡点点头答：好着呢。他先前不是弄了一个小苗圃，种了些个瓜呀果呀的，这段时间全都结果了，我给你带回来几个，送到厨房了，让他们明天课间切好给你送去。蓝忘机言简意赅地道：顿了顿，又问：累了吗？累呀，可累了，走那么多路。魏无羡哼哼唧唧地坐起来，把腿往蓝忘机那边一搭：你帮我捏捏。蓝忘机揽过他的腿，帮他按起小腿。魏无羡嘻嘻一笑，往另一侧坐了坐，拉过蓝忘机的腿：我也给你捏捏。可是蓝忘机的腿长，从他这个角度，自己又搭了一条腿在蓝忘机身上，魏无羡只方便够到蓝忘机的脚踝往上一点的位置。不过捏哪里不是捏，魏无羡想了想，自顾自地道：那就捏脚吧。结果他的指节顶上蓝忘机脚心的时候，他明显感觉到蓝忘机僵了一下，连帮他捏腿的动作都制住了。怎么了？魏无羡抬起头，发现蓝忘机正如临大敌似的看着他，简直称得上是坐如针毡了。魏无羡试探着道：你不是……又用关节顶了一下那个位置。蓝忘机一下子坐直了身体。别捏了。噗！魏无羡一下没忍住，咧着嘴角道：蓝湛，你不是怕痒吧？蓝忘机的手都攥成拳了，两只浅色的眼睛有些紧张地盯着魏无羡的手，目光在魏无羡的手和魏无羡面上小幅度的来来回回，似是怕他再有所动作。片刻，抿了抿唇，道了一句：不是。真不是。魏无羡挑起一边眉毛做事又要动作，蓝忘机连忙趁机抽腿，哈哈哈。魏无羡捂着肚子笑得往后一仰，道：天机，这回天机都泄露了。魏无羡笑得在床上打滚，蓝忘机握住他的小腿向后一拉，
魏无羡只觉得身上一重，被蓝忘机压在了身下。蓝忘机小声道：“不许笑了。”听起来有点懊恼，压着魏无羡的力道可是一点没松。魏无羡笑得断断续续，笑够了，才道：“好吗好吗，我身上可还酸着，你放过我。”蓝忘机没动。哎，魏无羡又笑了2下，碰了碰蓝忘机的脸：“明天你得起早，可真别闹。再说了，韩光觉，你的命脉都让我抓着了，你欺负我不怕我下次？”蓝忘机狠狠堵住了他的嘴。躺在床上的蓝启仁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眯着眼睛盖着被子从床上坐起来。蓝老先生从桌上拿过一只小铁盒，打开来，从里面抽出2小团棉花，揉了揉塞进耳朵里，耳边连一只蛐蛐的声音都听不到了，一片寂静禅意。蓝老先生这才裹着被子躺回去，又睡了。什么命脉，早就被抓住了。窗外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，雨滴扑打窗根，听起来像是落在芭蕉叶上，静室里却静得出奇，连呼吸声都是琐碎的、拘谨的、小心翼翼的。魏无羡不得不握住一只拳，用牙齿咬住手背处的关节，另一只手情难自禁地攥住了身侧的床单。雨气凉，带着清新的寒透过窗，落在他裸露的肩头上，什么软寒都抵不过含着他的那张嘴的烫。魏无羡基本上快要不敢呼吸了，生怕动作哪怕稍微大上了一点点。他的眼睛被生理性泪水冲得迷蒙，面颊都在发烧，眸光被眼睫切得细碎，向身下看过去。本来就是慵懒雨日里缠绵的情事前的一句玩笑，他那小古板二哥哥现在不是那么容易休了。魏无羡就忍不住想要再斗得厉害点，再把人弄得不知所措才好，结果扯皮到说之前草地上那回你还欠着我呢。没想到蓝忘机认了真，衣带窸窸窣窣的松了，热吻不受他控制的一路向下。魏无羡眯着眼睛享受着。加入本频道会员，听完整版。蓝湛，从2024年8月起，本频道每月12日的短篇福利将放在冰箱中，输入免费试听的账号密码就可以听了。但影片只保留1个月，下个月12日就会换成新的影片，所以记得订阅本频道，才不会失去免费试听的机会哟。啊，免费试听的账号密码放在本影片留言处，频道简介中也有。大家都成年了，自己动手找吧。蓝湛，我们继续啊。魏婴，你别说了。极致的紧绷过后，他的背落回到榻上，魏无羡大口呼吸着，胸膛猛烈地起伏着，睁开眼，像是出于梦中醒来。蓝忘机此时已经直起了身体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，眉宇轻扬，像是微微有些惊讶，轻轻挑起一边眉毛。蓝忘机那淡淡的眸光十分认真地在魏无羡身上打量了一瞬。魏无羡的胸膛还起伏不定，被他看得哑口无言。片刻，蓝忘机若有所思地垂下了眸，抬起一只手，漂亮的嘴角像是竹叶青的尖，被拇指指腹擦拭了一下，一角水渍被拭去，如同一片碎掉的薄脆冰糖。蓝忘机试过嘴角，垂着眸，顿了顿，继而云淡风轻地道：“无甚艰难。”他这一连串行云流水的动作，给魏无羡看了个目瞪口呆。伴着每一下沉重的呼吸，魏无羡只觉得一道灼烧的爱意自他的小腹一路烧上了脑，让他忍不住扑了过去，猛地吻住蓝忘机，热烈又义无反顾。魏无羡浑身上下的每一根纤维都燃烧得绚烂，恨不得痴缠上眼前这人，只觉得蓝忘机想要什么他都肯给，天上的月亮他也能给摘下来。蓝忘机没想到魏无羡忽然一下吻得这么热烈，怔了一瞬，也立马疯狂地吻了回去。他们2个人扑倒在榻上，枕头摔到地上，也没人去管。唇齿纠缠了半天，魏无羡断开那个吻，汲取空气，紧接着就感觉到一股力自他腰间猛地一带，将他干脆利落地掀翻了身，随即滚烫的胸膛就趁着铺天盖地的占有气息贴到了他的背上，热吻描绘起他的脊椎。吻过了魏无羡的背，蓝忘机又附到魏无羡的颈间，吮出一个吻痕，修长的手掌肆无忌惮地流连在魏无羡的腰腹间，最后预示着什么一般，轻轻在他的臀尖上拍了一掌。魏无羡咬牙心道：行，今天他夷陵老祖算是豁出去了，要他给什么也行，几个时辰也行。加入本频道会员，听更多完整版小说，感受望羡如何实践天天就是天天。